Mic test 1 2 1 2。来的路上就听到了这样的概念，心动的信号50 plus 吧。好刺激！陪你追日落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承铉。最近李老师在忙什么？刚刚忙完一个综艺节目，终于可以有一些时间陪伴小朋友啊。我老婆也刚好没有在太忙的时间段，所以最近就在有一些家庭的时间出来，充分的陪伴。对对，您是经验非常丰富的恋爱观察员，之前也上过这种观察类的节目，比较喜欢看人与人的关系。这次是50岁以上的，我也是蛮期待也好奇，因为我10岁的时候父亲离婚了，然后是45岁的时候我就说你不去找个女朋友，或者是你重新找结婚什么的，但是他等到我妹妹18岁以后，他才开始新的恋爱，但是呢有点受不住的一个样子，他终于做自己，就得跟他说你稍微哇冷静一点。现在他是单身了，你要不要参加恋综啊？早知道就应该让他来参加一下，对他也开心一些。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精彩的故事要发生。Hello， 谁呀？大家介绍一下新的女嘉宾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这是第5个女嘉宾哦，她是跟这个 Ken 是提前认识的。赵磊来了以后呢，就是先去跟 Ken 2个人约会了一段。他们这个是已经在一起相处多久呢？应该是第3天，一起住在宿舍里。对，哦，漂亮又高挑。我去穿高跟鞋，不然晒。带去穿高跟鞋去了。我叫赵磊，然后大家其实我很多朋友都叫我兔子。今天是迟到的一员。哎，要不要吃鸡翅啊？突然发现他是主动搭话了。哦。啊，欢迎 ，Hello， 哇，又是一个美女。哎，你觉得女人和女人打招呼怎么样？感觉？又自然，但是又有一种，一上来就拉手，哎，对，你有一些年纪，你稍微能演得出这些基础的客气都会有。然后我是从上海过来的，但是我不是个上海人，我是南京人，广东话我也会讲。上海话呢，还可以啊，讲不来噻。感觉到他去过的城市很多，然后会说的语言也很多，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，适应力很强，有亲和力，比较开朗的。对。其他的女生们会不会对于进来了一个开朗的女生，心里就有一种站在他的角度在想，他们4对已经开始在一起相亲了几天了，然后我去的话会有点压力感。我会的，因为我是一个 I 人，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就是很擅长把这种破冰做得非常自然，但我会想，为什么我不能是前面跟大家一起认识的那个，为什么我要后面进来的，就会有一点压力的。对，好像就是男生打开自己可能也有一点难度。我现在是个脱口秀演员。哇哦，单口吗？不对，讲漫才也可以，但是我要找搭档，看是我一个很好的搭档。他很敢表达好感。对，这个女生一定没有想过，在前面2天这个 Ken 跟谁好过，然后我这么一上来的话，我就直奔他，别人会不舒服，女生可能会想这个。我觉得他不是排挤别的女生，他是一个确认，对于这个男生，你对我好是我们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但是我说我们下午相处的好，我看你的反应，你会尴尬还是你也会接我这个？但是明显感到这个 Ken 哥尴尬了一下下，哇，眼神就变了，哇，这个好好看啊！就喜欢看这种八卦的东西。三角恋了什么？移情别恋了。赵磊有没有发现这个男生开始有一点闪躲？你看我都好多长情，我还是跟着你啊。但我不会说的，你得教我呀。今天我们2个说那个什么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教得很好了。我觉得你一直在带动我，是吗？不开心。这个环境大家都知道，我来就是有可能我会找到一个对象。他刚开始来跟每一个人有一个小小的接触，是想要了解一下每一个人的初步的一个性格，还是想尽快的融入，对，所以打开氛围。对。来，这首歌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次旅程中更有勇气，好吗？这首歌听过没有？没听过。小的时候，你要没有勇气谈恋爱，就要听这首歌，哦，是吗？你就会有表白的勇气。哦，它是一个表白的歌。对。女生主唱，然后男生在陪伴。哇，拉手了呀！哦。
哎呦，这时候他已经知道他们两个他有点淡淡的落寞。我会觉得 Ken 应该对猛禽是非常非常有好感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你可以。天哪，你看那个男生拉手，他完全没有顾忌赵雷。他在直接现场表达，我还是会比较喜欢你。然后那第5个女嘉宾迅速就不唱了。我一上来这么激情、这么热情，对你的长情表达出来以后，我也没有考虑其他男嘉宾会不会对我有兴趣，就很直给。很有可能会让女生误会他是有这个希望性的，才会这么主动的。他真的有些时候有一点点容易上头，给出去太满。但是你看那个 Ken 哥可没有哦，他这边弹，然后那边去约，他又去，回来他还两边撩。都是初步开始，一切都可以发生的。对。哇，这个就在唱歌啊，就是个 I 人呢，我很少看到他这么打开。哎，你看他又去看他，哎，哇，这看歌有一点呢。其实看歌是喜欢马琴的，突然被邀约下出去是男人的胜负欲，哎呀，好开心啊！然后对方那个女生也很喜欢我，但是在马琴面前表达对我的喜欢，我就收回来了。他会有对赵雷有点抱歉。感觉好像我有点利用你，所以他又看了他一眼，我是那么读解了。有可能。我发现这个看歌还蛮会的。哎，要不要聊一下？好呀。你没有孩子，反正上回只有4，然后你也结过婚。如果我要再去继续找一个，我不想结婚，我是想去恋爱啊。所以你不想再生一个是吗？我肯定不会再生。因为你结婚的话，万一又要生小孩，或者又要去承担一个家庭呢，就后来很多的方方面面都经历过这种事情，何必要这种很累的这种？现在的恋爱就是2个人的事情，与别人无关了。跟我的理念是不一样的。哦，你的理念是？我想要的是一个家庭，我是蛮喜欢小朋友。小朋友大了以后，我可以跟我老婆再生吗？我不能再生了，到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旅游啊，我们2个人的时间。我理解刘玉刚才说的那段话，在他的字典里，可能婚姻是一件太复杂的事情。像如果说我再去谈恋爱的话，我很怕遇到如果年纪轻的男生没有结过婚、没有小孩，他还想要婚姻和孩子，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做到。对，还是提前说出来会比较好。对对对，我的前提是这样我会先问，如果你再喜欢，那你要不要孩子？要 ，OK， 那我不跟你在一起。OK， 其实我特别希望有状态。外表刚刚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的性格也刚刚好，明白。我自己也刚刚好，除了感受上的刚刚好，更多的还有一种亲密关系模式里面，恰巧舒服，然后谁也不要去改变谁了。是到一定的年龄是这样，所以我觉得这段话应该是会有很多人共鸣。非常没有负担的，我们不考虑任何外在的，不是因为金钱，不是因为父母在逼着你谈恋爱，我一切都有了，我现在什么都不用担心，纯纯的想要有一个陪伴的爱情。人要了解自己的需求，其实反而很容易找到那个对的人。是的，是的。那天是谁给你的？第1天是第2天呢？我自己开始蒙奇。但是我不知道。我第1天是蒙奇。探哥好矛盾啊！我要是他，我还是会选择一起牵手的，喜欢的，目前心里喜欢的。其实这样男生的局好刺激啊，2个兄弟这样说话，因为只是第1天、第2天，你又不是真的在一起过那么长时间，前面都是了解的阶段，你给他了一个瓶子又怎么了？如果是第13天，他纠结我可以理解，如果我可以相处了半天，你现在哇，那但是现在这。赵雷给人很舒服的状态，就是有亲近感的状态。我叫刘玉刚，我是赵雷。你好，你好。马晴是一种比较温柔的状态，比较善良，然后会主动去为别人考量。温柔和舒服这里面差别是什么？我觉得舒服是因为对方是匹配我的整个情绪和整个聊天的环境，他在控制，所以我是很舒服的状态。
温柔是我在欣赏一个别人的一个品德。温柔让人怜爱的那种，激发男人的那种保护欲的感觉啊。所以这两个一差别，就感觉到他应该写的还是给马琴。我觉得也是哈。哎，他把这个纸撕了哦。他是写给同一个人，觉得这段话不合适，撕了再重写，还是要换一个女生再写？导演就有从垃圾桶拿出来过他写的垃圾吗？好好奇啊！哎，你好八卦。原则上，他两个兄弟收到了这个信，应该不会太影响他的选择。对，如果影响了他的选择，他60岁的时候可以再参加一下。哇，这女生身材好好啊！哇，中老年人不容易啊！哇，还有老花镜，我还没有跟戴老花镜的约会过，很难想象。拿一下漂流瓶，这一刻哇，我好奇他们会怎么选。